多年前，我还未接任长留长门，常跟几个朋友在世间游历。吴垢，他是连城城主，为人寡言少语。东华是我的师兄，他法力高强，嫉恶如仇。子勋早年曾是七杀派弟子，最喜欢调香炼药。谭凡是梵净山弟子，最擅长分身和官微的法术。他为人不拘小节，重情重义，平生最爱喝酒。我们5人义结金兰，在世间惩恶扬善，世人都尊称我们为五上仙。阮天烈，蜀山清虚。为什么打听神器的下落？你有何目的？是七杀派，他们以我而做人质，让我替他找到神器所在，才能将我把我救。做错了事情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爹没错，他是为了救我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从今往后，一宿阁要是再敢罔越法度，扰乱6界秩序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好，请白子华上仙今日记着。他日你们若也犯下过错，我定要你们生不如死！多年不见啊，白子华上仙，我还没来得及恭祝您接任长留掌门，您就夜访我一宿阁，不如赏个脸，坐下来喝一杯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明白上仙的意思，还请您明示。你告诉了花千骨，上长留就能找到我。哼，是啊，我一宿阁开门做生意，有问必答。花千骨只是希望见他一个朋友，而这个朋友就在长留，我据实回答。
我不知道这是犯了长留的门规，还是犯了您上仙的忌讳，惹得您大老远跑来兴师问罪。你无非是知道花千骨的身份，刻意把他引到我的身边罢了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难道上仙您会因为我据实回答一个问题，就动手杀了我？你执念太深，若放不下过去的话，只会重蹈覆辙。我现在不杀你，并不代表以后不杀你。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打什么算盘，但花千骨是我长留弟子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怎么办？尊上让我回蜀山，可是我舍不得大家。千骨，哎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去练习啊？哎，千骨，你不是已经可以操纵木剑，让木剑飞离地面了吗？咱们赶紧去练习一下，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飞了呢。你是不是还在为被当成奸细的事难过？没事儿，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吗？千骨，我觉得吧，这三尊啊，在这大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脑子肯定糊涂了。哎，你们俩在干嘛？还不练习御剑去？哦。要想学会御剑啊，首先要体会一次飞的感觉。走，我带你去飞一圈。清水，太危险了，这样不可以，快点下来。云隐师兄，花千骨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劳你大驾千里迢迢来接她呀？师弟，切莫妄言呐，他现在是我们蜀山的新掌门啊！玉师兄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花千骨在我们这届长留弟子中水平算是很差的了，连御剑飞行都不会，怎么可能是一派掌门呢？啊？怎么那么差？不是一般的差呀，在我们长留那是差得出名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刚得知师父临终时将蜀山托付于他，应该非等闲之辈啊！哎，你们掌门会飞了！刺激吧！结果，掉下来了！你们蜀山差点又换掌门了。拜见上，多谢尊上。都起来吧。谢尊上。蜀山弟子云隐拜见掌门。请掌门恕弟子来迟，弟子也是接到尊上飞絮传书，这才知道掌门身在长留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东方跟我说过，明明留书给你的。弟子的确收到了留书，书中说有重要的事儿，让弟子到长留找一位叫花千骨的弟子。可是书中没有言明何事，派内要急需处理的事情又非常多，所以弟子就把寻找掌门之事搁置下来。没想到差点闯了大祸，要不是尊上告知，掌门你现在还流落在外，请掌门您责罚。
这不怪你。可能是东方觉得事关重大，就没在信中言明。哦，所以，弟子连夜赶来，就是特地接掌门回蜀山的。啊？这……我在长留很开心的，我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弟子。那个，你来的正好，那就依清虚道长所托，把掌门之位立刻传给你。不，弟子确实也在重振蜀山，可是无奈人微言薄，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。现在蜀山形势复杂，留存最多的都是外门弟子，始终没有一个能像你一样主持大局的人呢。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，我不懂得做掌门的。掌门，我知道你现在身份为难，可是现在蜀山正处于内讧之中啊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家师亲口所托的，你还对我们蜀山有大恩，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服众啊。如果要把掌门之位现在传给弟子的话，恐怕蜀山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。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。你拿着它，就是蜀山掌门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跟你即刻启程回蜀山。弟子谢谢掌门。起来，起来！我成功了，我让他起来了！我成功了！看来你最近御剑的功力增长了不少。尊上，依照尊上之命，连续劈了10多天的柴，现在的凝聚力和控制力都增强了许多。起来吧。只是我明天就要和云隐回蜀山了，我现在还无法熟练御剑，得和云隐共成一剑，怕是到了蜀山，也只能丢脸了。过来吧。啊！我教你御剑，最重要的是心法，还有口诀，还有人剑合一。寒风萧瑟几人别，你要感觉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。峡谷柔情催红颜，花开花谢年复年，今生难续前世缘。尊上，这把剑真漂亮，比那些沉得要命的木头剑强多了。它叫断念剑。断念？现在安全了，可以放手了吧？你的眼，你的泪，轻易转眼回首间。与情恨的桃花扇隙，与君同去而彼思念。伤离别，伤离别，明月照尽浮华间，凡尘不过一句戏言，朝花一谢君难牵。
掌握到诀窍没有？多谢尊上，我已经掌握到其中一二了。教导了那么久，才掌握一二。对不起啊，尊上，弟子愚钝，浪费了尊上的一番苦心。蜀山路途遥远，朕已拿着防身吧。这是，多谢尊上抬爱，弟子不敢收。你放心吧，这不是我的随身佩剑，是我师父临终前赠予我的。回蜀山的路上，你要格外小心，还是收下吧。谢尊上。单春秋和云逸里应外合的灭了蜀山，他们自然不想有一个新的掌门回去，可能会想办法加害于你。再说，蜀山的关系复杂，你自己要小心应对才是。我知道的，尊上。清虚道长临终的时候告诉过我，让我找个合适的机会把掌门之位传给云隐。这次回蜀山，我就打算让出掌门之位。尊上，等我从蜀山回来，还能做长留弟子吗？你还是不要回来了。嗯。断念啊，断念！尊上，是让我断了回长留的念头吗？千古，朗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才回来呀？啊？这个给你。给我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你要去蜀山嘛？那前途未卜，路途遥远的，有个东西辟邪防身，很好的。哎，这块玉是我从小一直带着的，能够驱魔，很灵感。你拿着吧。那个朗哥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一路上有唐宝还有云隐保护着我，不会有事的。云也好，雨也罢，那多一个东西防身总是好的吧？那再说了，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那什么云什么隐的，毕竟少点麻烦吧。你收下吧。你说的也对，这一路上我也不能总让云隐师兄一直保护着我，那我就先收下了，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你。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还不是等你太晚太困了吗？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先走啦。千古啊，路上多加小心啊。放心吧，一定会完璧归梦的。漫天，千古，哎，你终于回来啦！漫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像又生我的气了，叫他也不理我。废话，他当然生气了。哎，现在他知道你的身份原来是蜀山掌门，你可比他厉害多了。他现在不一定有多郁闷呢。我只是临危受命，只是代掌门而已，很快就要还回去的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他的，我也不想骗大家。这个我当然知道啊。哎，不过你知道吗？大家议论了整整1个下午，整个长留山都传遍了。啊？这个怎么办啊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
一说出去，我的朋友是蜀山掌门，那响当当的。看来长留，我是更难待下去了。千果，你，这不是孟大哥的东西吗？对啊，是朗哥哥刚刚送给我的。他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啊？朗哥哥是担心我有危险，拿这个给我用来防身的。不过我回来之后还是要还给他的。真的吗？那好吧。那你这次去蜀山要多久回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杀阡陌，你当真愿意为了神器而放弃你妹妹的性命吗？哥，原来在你心中，神器比我重要。妹妹，我恨你们！留下！我恨你们！留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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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对不起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天下、神器，我通通都可以舍弃。我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只要你。旷野天，别鬼鬼祟祟的，出来吧。护法，刚才的情形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你怎么看？护法，圣君是因为过去的事儿，才对夺神器心有芥蒂。可是如果我们集齐了神器，把洪荒之力摆在圣君面前，那么强大的力量，他会舍得不要吗？以圣君的性格，他就是不要。护法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合力把洪荒之力灌到圣君的身体里。可是现在我们连十方神器的下落都不知道。云逸回来了吗？护法，小的听说瑶歌城的一宿阁无所不知，护法应该去问问。你还算有用。我听说云隐带着蜀山新掌门回山，你看着办吧。那属下告退。掌门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掉海里的。奇怪了，掌门你竟然一夜之间学会了御剑呢？是尊上昨天晚上教我的。尊上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是啊，他也是担心我，
作为蜀山掌门，还要跟你同乘一剑回蜀山，恐怕会更加难以服众吧。娘亲，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呢？我有吗？是不是因为弥漫天，你瞒着他掌门的事儿，生气没来送你？还是因为其他弟子因为知道你是蜀山掌门的事儿，都在背地里说你的坏话？娘亲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们就要进蜀山了，可能有一段时间回不来了。十一师兄和清水都特别舍不得我。尊上送了我一把剑，名曰断念。我想，他大概是真的不想让我再回长留了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娘亲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回长留的啊！掌门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我的御剑术太差了，耽搁了不少时间。我们赶快飞吧，不然明天肯定赶不回蜀山了。不急不急，要不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吃些干粮再赶路。正好我还想给你讲讲蜀山的事儿，让你多了解一下。好，听你的。好，走。义秀君来是不来？这生意做是不做？您请稍等片刻，阁主马上就到。来得了我义秀阁，什么规矩，自然清楚了吧？放心吧，我死了以后，秘密自然是你的，契约我都已经签完了。你想要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全部神器的下落。10个神器，10个方向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！自然是一笔大买卖，要不然我舍得我单春秋的秘密？你有还是没有？用不着浪费时间。哼，除了你的秘密，我还要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清虚的尸体。哼，我看你是惦记上清虚的秘密了吧？你能把清虚的尸体送到我义秀阁来，10方神器的方向就能在你单春秋手里。哎，掌门，这个是这边的特产，挺好吃的，你尝一尝。谢谢。没事儿，弟子应该的。掌门，不知道您对蜀山的武功了解多少？这个我知道啊。蜀山共有36套剑法，入门剑法是玄花剑法，以灵巧著称，还有青霜剑法、落霞剑法。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轩辕剑法，可是这个只有掌门才可以学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没错没错。哎呀，这下弟子可安心了。不过不知道掌门对蜀山的剑法熟悉几套呢？这个嘛，我刚刚说的那些，都是我从蜀山的剑谱里面看到的。剑法嘛，我都还没有学呢。啊，掌门，你贵为一派之尊，若一套蜀山剑法都不会的话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呢？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这趟来蜀山，也只是想把清虚道长的遗言跟大家交代清楚而已。掌门，现在蜀山形势混乱，虽说您是奉了清虚师尊他的遗志，暂代掌门一职，可是若一套剑法都不懂的话，这恐怕很难服众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弟子演示一套剑法，看看掌门能领悟多少。玄花剑法讲究行飘立足，剑法威武，形若流花，然而力道却重于玄铁，出乎他人意料。呼吸要尽量保持均匀，切不可急促，手中剑法才不会乱。云野，你说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练习的话，肯定会被他们看出破绽吧？容弟子说一句，所谓的破绽，
多是源自于心虚。若心中有数的话，在他人眼中的破绽，也不过是突破常规而已。你这话说的，倒还挺蛮不讲理的。掌门，跟我一起练吧。掌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娘亲，你有没有摔到哪里啊？没有。掌门，都怪我照顾不周全，害你摔倒了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自己太笨手笨脚了。当掌门就是好，这么多人关心你。掌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杀他！谁敢管我的事？大胆狂徒，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。掌门，你们先走。掌门，快走！他们应该没追上来吧？应该还没有。不过我们还是加快速度为好，以免再遭意外。对了，云隐，那个黑衣人你认识吗？弟子未曾见过。会是谁呢？既然出手相救，又不以真面目示人。掌门就不用多想了，既是在危难时刻出手相救，必是有缘，日后一定会再见的。云隐，你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掌门大可放心，这点小伤伤不了弟子的。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弟子也不清楚，但从小到大一向如此。不管如何打斗，弟子都不会有什么重大伤害的。明明云隐受袭击了，却毫发无损，而那个云翳却在云隐受伤的位置无端的出现伤口，这两个人好奇怪啊！1个时辰不到，您就将七杀派的弟子给击退了。当今世上，恐怕没几个人是您的对手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阁主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报仇？以您的身手，即便是武仙，也是不相伯仲的。都这么久了，云师侄连个影子都见不到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是啊，不就去了趟长留，有那么久吗？啊？上次来蜀山，我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。这次再来蜀山，没想到我是飞过来的。
人生啊，真是瞬息万变。可见掌门绝非普通之人，前途无可限量啊！别笑话我了，我这是赶鸭子上架。哎，掌门，你可千万别怕，一会儿见到几位长老和众弟子，小心应付就是了，一切有我呢。嗯。哎，掌门，你看，我们到了，他们在底下迎接你呢，掌门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好紧张啊，怎么办啊？哎，终于来了，真不容易啊！明中，喂，掌门！掌门！掌门，你怎么样？掌门，快起来！这是我们的新掌门呐！掌门，你没事吧？摔死我了！都是我不好。恭迎掌门回山！恭迎掌门回山！这气势，这场面，你这掌门当得太值了！唐跑，掌门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掌门。掌门人年纪轻轻，就担此重任，真是令人佩服不已啊！啊，掌门之名啊，我早有耳闻。今天有幸在蜀山见到掌门人，高兴啊！哎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欣赏一下掌门的蜀山剑法啊？啊！人家既然开口了，那就表演一下，省得他们不服气。那我就献丑了。好。这是什么剑法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两位师伯，不好意思啊，掌门定是舟车劳顿，太过辛苦了。掌门，你还是先去灵堂拜祭清虚师尊，以后就早点歇息吧，好吗？其他的事情咱们改天再说，好吗？来，掌门这边请。哎呀，清虚道长，小谷回来看您了。小谷没有辜负道长的重托，一直好生保管着掌门信物。这次特意回来蜀山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来，众位同门，现在我已将新掌门请回了蜀山，继位大典将在3日之后如期举行。叛徒云逸带领七杀偷袭我蜀山，我蜀山弟子全部阵亡，清虚掌门身边只剩下花千骨，花千骨临危受命，我等感激。现在蜀山的弟子重新归山，掌门人之位要重新再选，要让有能力的人去担此重任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没错。花千骨有恩于我蜀山，我等自然要感激。但是他身为长留弟子，兼任我蜀山掌门，是有不妥吧？对啊，是啊，怎么还是我是啊？云逸，哎，没事的。诸位，师父将掌门之位传给花千骨，定有深意。花千骨虽为长留弟子，兼任我蜀山掌门，这样有利于借助长留之力重振我蜀山呐。要重振蜀山掌门之位，这是何等的重要！这关系到蜀山之存亡，尤其要谨慎。没错，蜀山的掌门首先要懂的就是蜀山派的剑法。刚才他在殿外飞出来的这个不错。师叔说的对啊，而且不光要会蜀山剑法，还必须是咱们蜀山资历最长的。资历固然重要，但是在本门
仙术和武功第一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你说的是怎么不对？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认同我提议让花千骨姑娘用蜀山剑法和我比试一场。如果她赢了，就继任掌门；否则让贤。不可！云师侄，你这样支持花千骨，到底有何目的？我说话比较直，我看花千骨那么稚嫩，她当掌门也是傀儡掌门。是你不要说了。3天之后，继位大典之时，青阳长老和我比试就是。如果我输了，即刻让出掌门之位，绝不食言。用你的手解我的锁，跌入这温柔漩涡。千丈风波，万般蹉跎，情意都不曾变过。一世牵绊，一念成祸，还执意一错再错。一瞬之间，一生厮守，粉碎沉默。爱上你，爱上了错，失了你，失了魂魄。可笑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不是不可说，是我不敢说。一步一微笑，一步一伤心，一步一劫难化作飞蛾扑火。因为爱上你，我才成了我，够你沉默。爱上你，爱上了错，失了你，失了魂魄。可笑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不是不可说，是我不能说。相拥着沉默，别怪我懦弱，情不